毛选变强最快的方式，戒断多巴胺，不要让自己成为多巴胺的奴隶。我记得我北漂第1年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沉迷手机。起床之前刷手机，公司上班空闲之余偷刷手机，下班后躺床上继续刷手机，刷微博，看短视频，完了再继续逛一逛各大购物平台，一不小心1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。直到被老板炒了鱿鱼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我这贫穷且糟糕的人生完全被资本套牢了。失业那几天，我没有着急找工作，而是冷静下来，开始反思检讨自己，进而规划以后的人生方向。我开始卸载各大短视频 App， 开始早起看书，晚上坚持写文案。1个月之后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那些搞笑短视频，那些伤感短视频，那些社会负面短视频，让人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愤怒。这是中医养生中的大忌，人的情绪不应该1天内波动太大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我们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，我们乐此不疲。一旦离开了这些资本设计好的娱乐，就开始感到焦虑、不适、心痒难耐。毛选中有句话：抛弃幻想，准备斗争，用在和多巴胺的斗争中再合适不过了。如果我们不从去剖析多巴胺是如何征服你的大脑，并用一种真正带有革命性的方式来抵御它，我们可能永远摆脱不了碎片化娱乐的束缚。1. 找准战场。按照心理学对人性的弱点的洞察，我们的神经奖赏系统，也就是多巴胺的回路，就是人性弱点的金矿。短视频、社交媒体、游戏，每一个吸引人的画面都在大脑里触发愉悦感，这个愉悦感就把你的注意力一点点切割了、蚕食了。如何有技巧地去和多巴胺战斗？我们可以从毛选中学个方法。革命早期，教员看透敌强我弱的现实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战略，绕开敌人最强的堡垒。我们要戒断多巴胺，也要先认清对方兵力最强之处。当前的算法能够精准识别我们的喜好，及时反馈不停刺激，这不是我们正面硬碰的战场。要想真正戒断，不能仅靠意志力硬撑，而是要农村包围城市，绕开那些高频诱惑场域。比如，你可以把手机调整成灰色模式，在关键时段彻底断网，甚至在日常环境里做出安排，把常用 App 直接卸载或设置进入门槛，以此削弱对方的火力密集区。还有就是多巴胺在期待阶段最活跃，也就是你即将点开下一条视频或下一条信息时，大脑分泌量最高。但真正刷完之后，激增的多巴胺又会骤降，让你陷入空虚，转而继续寻找下一份刺激。我们要戒断，就要切断这条期待、满足、空虚、再期待的循环。比如定时定量的使用短视频、社交软件，让期待没有用武之地，或者预先设置明确使用目的和时长，把刷变成查，不给再来看一个吧的行动任何立足点。2. 精确画像。毛选反复强调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我们常喊好好自律，从今天开始戒断多巴胺，但是并没有几个人能对自己的行为做过像样的调查。你在什么时段最易失控？你1天下来到底浪费多少时间在刷上？哪个 App 最能勾住你？要想真正戒断，必须量化你的手机使用数据。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能统计每日 App 使用时长，把这份数据导出来，你会心里更有数。再就是标注引点，什么情况下你最容易打开手机？是刚下班想放松，还是早晨不想起床，还是遇到瓶颈没思路时？把这些触发点记录下来，就能看清自己被多巴胺绕路袭击的关键时刻。最后给自己设定一个可行的目标，比如每天社交娱乐总时长限制在1小时内，然后每天对比实际数据，找出差距。当我们用这种调查研究加量化分析的方法给自己画像，就能看到自我管理上的真问题，而不是我想要自律却做不到的空泛叹息。3. 利用敌人。大多数人误以为多巴胺就是毒药，实际上多巴胺只是激励我们去完成目标的神经递质。这个敌人可以转化为朋友，问题是你把它绑定到什么目标上。在延安时期，教员提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并鼓励干部群众组织读书会、搞文艺创作，看似艰苦，却让革命队伍在极少娱乐的环境里保持极大的精神热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多巴胺源自对革命目标的向往。夜里没电也要点着油灯读书，讨论战略，次日清晨依旧精神抖擞。现在我们拥有无数娱乐供应商，却丧失了为宏大目标兴奋的能力。要想摆脱被动，就要把多巴胺的释放和那些真正值得你投入的长期目标绑定起来，比如学一门高阶技能、创业项目、健身、创作，让大脑在看见这些关键任务时就能自发兴奋，而不是遇到短视频才兴奋。4. 掏心窝子的话。多巴胺是一种短期的让人上瘾的快感源泉，但它并不能为你带来真正的成长和突破。要想在生活中有所成就，就必须学会超越这些短期的诱惑，专注于那些能带来长远成果的目标。戒断多巴胺不是让你完全放弃享乐，而是要学会用更高远的目标去替代眼前的小欲望，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真正的强大
正是在于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诱惑本质，并做出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选择。吴军博士说，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艰辛，而向下流动的大门却永远敞开。而多巴胺戒断，就是让一个习惯走下坡的人向高处前行的开始。开始的每一步都很难，但唯有如此，才能突破现状，最终让人生进阶更高的层次。